泽旺对阵胡布兰。第一回合我们看到泽旺首先是占据了八角笼的中心位置。是啊，泽旺一直是一个节奏怪物啊，所有的人、所有的对手都会被他的节奏打乱。是的，打法呢是非常的诡异，非常的刁钻，非常的飘逸。但是胡布兰我看到直接呢，他又是一个高扫呢，是给胡布兰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么泽旺这场比赛还是以这非常飘逸的风格，我们看到他想去引诱胡布兰占据八角笼的中心位置和自己正面对决。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呢，很多人猜测说泽旺不敢和胡布兰正面硬刚，但从刚才的表现来看，挑衅的一方反倒是泽旺了。啊，这场比赛我们不知道泽旺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新奇的东西。那么这场比赛胡布兰之前也说过会给泽旺准备一份大礼，那么究竟是什么，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是的，那么其实这场比赛呢，对于泽旺来说是非常想把比赛控制在一个中远距离，因为胡布兰相对来说是一个善于打阵地战的选手。刚才一个封手严守啊，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采取这样的打法。没错啊，在八角笼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泽旺一直是在享受比赛，每场比赛就好像他的一个自己的个人秀。一个后手拳打到。要小心。其实泽旺呢，之前那一次非常有争议的失利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没有看到泽旺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没错。所以说，对于胡布兰来说，这场比赛自己的阵地战能否起到效果？看这场比赛赛前呢，泽旺就说：“你不要过来抱我。”但是呢，比赛就是比赛呀，兵不厌诈。胡布兰想要拿到这场比赛，肯定要缩短他和泽旺之间的距离。没错，他跟泽旺之间的看再一次。真的像毒蛇吐信一般呢，刚才是兼具了膝和高扫踢啊，双向单腿的双向进攻。没错，那么泽旺确实他拥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身体数据，所以他的外围打击，而且他的这个进攻的方式是不可预判的。是的，刚才你看后手拳打完之后呢，直接一个错步错开。所以说，对于胡布兰来说，这场比赛到底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地呢，还是说是泽旺的游走战术再次达到成功呢？胡布兰刚才也是示意一下场地可能有点湿滑。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现场我们正在下雨，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啊，情绪还是非常的高涨。没错，那这场比赛已经是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是的，现在看到胡布兰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打防守反击。那么对于胡布兰来说，每一次泽旺打入和退出这个窗口，就是自己绝佳的迎击和反击机会。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提醒大家说一下，毕竟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胡布兰面对着吕凯这样的拳头都没有倒下，那这场比赛的话，考验泽旺拳头的时候到。是的，这场比赛呢，泽旺想必来说也是做黑看，这个就是泽旺的恐怖之处啊，他的渗透力实在太强了。现在胡布兰是主动的抱摔，而且是拿到了泽旺的背，但这个拿背的动作还没有完成彻底。而且泽旺的身高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胡布兰会不会利用比较低的重心去连续进行抱摔？所以说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呢，对于这场比赛都是备战非常充分的。如果说泽旺之前的连胜让自己感觉到是过度自信的话，那上一场比赛阿平史拉险些给自己造成了单手裸脚绞杀的威胁之后，也是给泽旺敲响了警钟。没错，看又是再一次的袭击。现在对于胡布兰来说，自己怎么打进去呢？现在对于泽旺来说，自己这种游走战术还是感觉非常的隐蔽，非常的隐蔽。目前来看的话，比赛又进入到了泽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是的擅长的领域当中。现在对于泽旺来说，自己想要把比赛维持在远距离的距离，而且呢，自己打入和撤出是相当的快。没错，他的比赛也是非常的有观赏性和意外性。是的，其实这场比赛论双方的这种风格迥异的事态来看呢，那泽旺更像是乔昂阿里，那胡布兰更像是富尔曼。是。我们看到胡布兰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这样的干扰，还是坚持着自己比赛的风格，稳扎稳打。是的，胡布兰是一位持久型的选手。那么对于泽旺来说呢，他是一位具有极强隐蔽性的，不仅仅是招数，更是自己节奏的变化。确实，在 JCK 的八角笼当中呢，我一直认为有两个人很具有艺术家创造力，一个是泽旺，另外一位是吴泽。是的，现在胡布兰对于泽旺的这种节奏还是在适应当中。那么泽旺现在真的他的这种节奏，而且突然启动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看艺高人胆大，现在泽旺已经是到了自己所熟知的能量流当中，这种场域也是泽旺首先调动的。
泽旺对于胡布兰，双方第2回合。那么对于胡布兰来说，自己如果是想看，这个是泽旺想要的。胡布兰他开始主动进攻了，但是胡布兰往前主动进攻的这种突然启动的速度，和泽旺是2个概念。看一下双方的数据对比，9比2的头部打击啊，身体的话，泽旺是4比0。再次。那这场比赛看到泽旺真的艺高人胆大，双手直接下垂，飞膝飞膝，没有人能够去跳高，一个跳高杆站上3角，飞身的3角脚，难以置信，难以置信，难以置信，神来之笔，有没有机会降服？这场比赛泽旺简直是封神了！这场比赛泽旺简直是封神了，不会降服，简直是封神了！这个3角锁太完美了，电影都不敢这么拍，还在发力，电影都不敢这么拍。电影都不敢这么拍，胡布兰能否逃过此劫呢？泽旺，现在这个3角锁是越来越紧，比刚刚又紧了很多了。现在这个3角锁，泽旺还是像蟒蛇一样不断下进，而且又部署好了3角锁和十字固的双向打击，胡布兰逃脱了。再一次，泽旺刚才用了一个侧手翻呢，想要去直接请身，真的让人。这才叫大起大落，艺术流的胡布兰来说，好像刚从地狱当中艰难的爬了出来。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泽旺又是采取这种少见的调肘式的打法。我的天哪！电影都不敢这么拍，电影都不敢这么拍。现在对于泽旺来说，这场比赛刚才一波的输出让人眼花缭乱的输出。那么对于胡布兰来说，这种压力可想而知。胡布兰还敢进攻吗？胡布兰还会主动进攻吗？包括刚才的飞膝爆头，包括刚才的3角脚布置，一连串的技术已经到了化境。现在泽旺在赛前也是给胡布兰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战的压力，说你抱我腿呀，你抱我腿就证明你软弱，你抱我腿证明你没有招了。现在又是陷入到了，我们看到泽旺的膝盾有多高，这个是超强的柔韧性，这个是超强的柔韧性。现在我们看到从下位又是想，这个难度是极大的，胡布兰现在采取了保守的打法，现在感觉胡布兰往前顶，尽量的前顶。常才王菲要提醒双方不要去抓扣龙王。现在看到下位的泽旺，他的防守还是相当的严密。是刚才的这一波进攻之后，我们看到现场仿佛凝固了一般真的是让所有人都被刚才的这次惊心动魄的进攻捏了一把汗。不敢相信，第2回合才刚刚过半，我们又出现了这种时间的错位感。不敢相信这场比赛才刚刚过半。现在对于泽旺来说，看还能不能再一次的使出让人眼花缭乱的连续进攻。他也不面对着胡布兰的这种上位的压制优势，我们看到泽旺现在显得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现在主动的一方还是在泽旺的手中，因为泽旺在下位不停的在寻找部署降服技的时机。要小心，要小心。直接推开，这种杠杆力是非常邪门的。泽旺这种杠杆力非常邪门的。刚才的那记飞膝我相信对于胡布兰来说的话，应该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这场比赛，泽旺真的是又是上演了自己的个人秀，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胡布兰绿巨人那一双巨大的铁拳还是在等着落到泽旺的脸上。没错，那之前的话我们去看后手。在这场比赛赛前，泽旺也是放出了狠话呀，拿出了灭霸的拳套，说你是绿巨人，这场比赛我要把你打成红巨人。确实是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到发布会上2个人就已经是唇枪舌剑。双方的战架一正一反，那么对于双方的后手拳都要严加防范。那么看到再一次的抱腿，现在是一个短头，这个短头已经是拉得很高了，但是看到胡布兰是成功的把自己的角度进行了转换。在另外的一侧，刚才看到超长的臂展我们在这儿已经听到战术鬼才吴成杰已经在八角笼的远端，声音都已经是非常嘶哑了，说肩膀要压住确实，胡布兰刚才也是有动作。那么泽旺超长的臂展一直是在推这个胡布兰的膝盖。是的，现在在上位的还是胡布兰，但是呢，自己能不能去给泽旺？能不能敢于给泽旺一些空间呢？敢不敢给泽旺一点点的空间呢？还是尽量去蚕食泽旺的空间。你看，一直是采取上位的压制。现在这场比赛第2回合还有最后的10秒钟时间。场外的雨真的是越下越大。双方现在还是非常的焦灼。第2回合的最后时刻，
好，第2回泽旺对阵胡布兰双方进入到了第3回合决胜局，简直不敢相信，双方在前2个回合真的是你来我往啊，真的是不知道有多少轮的厮杀。胡布兰也是上演了惊天的逃脱。绿巨人啊，确实也是韧性十足。那么比赛毕竟还是3个回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最后双方1回合的表现。刚才胡布兰有一个前手点到泽旺，那么从第1回合来看呢，胡布兰在头部打地方面呢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势，所以说在第2回合又是泽旺的个人秀回合，所以在第3回合双方将如何调整自己的技术战术呢？至关重要。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是来到了泽旺的这一边，你看双手下垂。现在对于泽旺来说呢，自己这种双手下垂、完全下垂，已经是慢慢的变到了，你看袭击，这个也是胡布兰想要有一个忍者脚，忍者脚变断头，这个是飞塔金，但是在落地的一刹那，胡布兰又是逃脱了。真的是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刚才的断头已经是相当紧了，胡布兰再一次的抱腿，这个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胡布兰，这个是从当时胡布兰打第1场比赛当中，我们就印象非常深的胡布兰，他曾经多次的在前2个回合遭受碾压，总是善于在第3回合甚至第3回合的后半段成功逆袭。这一点呢，也是泽旺也是深深的了解到这一点，所以说泽旺，你的实力、你的能力还能否延续前2个回合犀利的势头吗？泽旺刚才是变换了拳架，刚才的这次拿背之后的前滚翻逃脱也是非常的精彩。是的，现在胡布兰还是在伺机而动，那么泽旺还是想要去从远程轻打击，刚才做了一个假动作，好像是有一些放松，其实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是。感觉可能是跟着泽旺，然后有一个后手打空了，但是这个时候胡布兰看到泽旺一直不停的想要去寻找圈头的机会，但是这一击的圈头，胡布兰还是利用自己超强的韧性把比赛拖入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泽旺开始说：“哦，你是想打吗？还是想要跟我在这儿耗时间？”没错，目前虽然胡布兰有多次的这种上位的抱摔成功，但是啊，这抱摔成功之后的控制没有压制，包括打击伤害、降服击布置等等等等，那些才是衡量整个比赛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标准。是的，所以光靠摔倒还不行啊，胡布兰还要加把劲儿。绿巨人想要锤爆灭霸的话，还是需要你的沙包一样大的拳头。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呢，也是对于节奏的把控至关重要。如果胡布兰只是在上位进行压制，没有太多有效输出打击的话呢，这一次是泽旺先爆腿，但是感觉泽旺呢，他的这种变换真的是像水一样，看又再一次的想要去进行跨步，但是现在还是胡布兰，现在是胡布兰啊，对于自己的耐力，这个就是分水岭的时刻。是啊，泽旺回到了全封闭防守，但是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头部呢是枕着龙网，我们看会不会去抽动一下自己的胯，想要去寻求一些降服。那胡布兰的上位砸击啊，这个伤害度有多大，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晰的。最后的1分30秒至关重要。是。那么如果说是胡布兰持续的压制泽旺在这个位置，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难说，确实很难说。现在泽旺还是奋力的想要去寻找能够起身的机会。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泽旺的西顿的杠杆力是相当的惊人，但是现在他被胡布兰呢是垂直的顶在了卡脚的旁边，自己不太容易发力。是刚才确实我们看到修长的身材，刚才想要去转换胯部的位置是被龙边卡住了所以胡布兰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牢牢的把对手控制在。现在胡布兰看到这个是胡布兰最擅长的时刻，是胡布兰最擅长的时刻。现在是最后的时刻，谁能够成功的拿到入选羽量级一个格兰比翻？格兰比翻再一次来回就这个翻，所以说泽旺呢，还是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是，但是如果一旦来到了源源不断的绿巨人的抱摔的话，我相信泽旺这一次确实有些湿滑。这场比赛双方在雨中进行鏖战，最后的30秒钟将会决定整场比赛最后的走向。灭霸和绿巨人啊，泽旺还是在寻找远射点射的机会。是，他的出手次数确实不多，但是精准。之前胡布兰遭受了细细的重击，是因为自己去下潜抱摔，但是现在感觉胡布兰呢也看再次的细细，要小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泽旺圈住了断头台的把位，最后的几秒钟，
看能否成功。人现在比赛结束了，这是一场非常难判的比赛，这将是一场非常难判的比赛。结果1号裁判28比29 ，Judge number 1 22-29。2号裁判28比29 ，Judge number 2 22-29。3号裁判28比29 ，Judge number 3 22-29。本场比赛3位裁判一致判定，